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西南石油大学王喜华，欢迎大家来到构造地质学课堂。今天我们介绍有关力与应力的基本概念。什么是力？应力又是什么？我们先看一些有关力的概念。力是物体间的相互作用，既有大小又有方向，是一个矢量。那么力就可以合成或分解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力都可以按照平行四边形法则进行分解，分解成两个分力来去进行表示。而任何两个分力也可以用一个合力来表示。如图3-1a表示力 F 怎样分解成直角的两个分力 F1 和 F2。图3-1b表示任意两个力 F1 和 F2 怎样由其形成合力 F 来代表。作用在物体上的力往往都是成对出现的，有两种方式。第一种是张力和压力，如图3-2所示，这一对力作用在一条直线上，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使受力物体沿着作用力的方向拉伸或者是缩短，分别称为张力或压力，并规定压力为正，张力为负。第二种是剪切力或扭力，如图3-3所示，是两个大小相等、方向相反的力，没有作用在一条直线上，使受力物体具有旋转的趋势，称为剪切力或扭力，并规定逆时针剪切力为正，顺时针剪切力为负。对于一个物体来讲，力可以分为外力和内力。见图3-4，外力就是一个物体作用在另一个物体上的力，用大写 P 表示。根据作用在物体上的外力，可分为面力和体力两种。面力是通过接触面作用于物体上的力，如摩擦力。体力是物体内部每个支点都受到的力，它是相隔一定距离的物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力，如重力、物体之间的吸引力、电磁力等，是一种非接触力，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。内力是同一物体内部支点之间的相互作用力，用小写 p 表示，可分为固体内力和附加内力。一个物体在没有受到外力作用的情况下，物体内部的各个支点之间具有一定的作用力，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，使物体保持稳定平衡状态，从而使物体保持一定的形状。物体内部各个支点之间的这种作用力称为固有内力。如果物体上受到外力的作用，那么物体内部各个支点间的相互作用力就会随之发生变化。这种物体内部支点间作用力的改变量称为附加内力，简称内力。附加内力是物体内部支点对于所施加外力的反应，它力图使物体内部支点恢复其固有位置，阻止物体发生变形。外力加大，附加内力也随之增加。由此可见，固有内力是每种物质所特有的，是这种物质保持其形状的支点间的作用力。附加内力则反映了外力作用的一种效果，是导致物体发生变形和破坏的支点间的作用力。在了解了力的相关概念之后，我们如何表示并去测定内力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们来学习关于应力的概念。我们先看图3-4a，当外力大写 P 作用在物体时，物体内部便产生与外力作用相抗衡的内力小写 p。假定将这个物体沿着 A 截面切开，取出其中一部分，而保留它对截面 A 的内力小写 p 不变。见图3-4b，这时截面 A 上的内力小写 p 与外力大写 P 处于平衡状态，即大写 P 与小写 p 大小相等，方向相反。
应力是作用在单位面积上的内力，是外力作用下物体内部产生的内力强度。应力的国际单位为帕斯卡，简称帕，1帕等于1牛每平方米。同样，应力也是一个矢量，其方向与内力的方向一致。若内力在截面上的分布是均匀的，如图3-5，则作用在截面 A 上的应力为公式3-1，S 等于 N 比 A 等于 P 比 A。若内力在截面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，如图3-6，则可用微积分方法求得每一点的应力值。见公式3-2，S 等于 limit delta A 趋向于0 delta P 比上 delta A 等于 dP 比上 dA。应力也是矢量，其有大小和方向，也可以根据平行四边形法则对其进行分解和合成。据应力的性质、方向及作用面的关系，见图3-7，应力也可分为合应力 S、正应力西格玛和减应力套。合应力是指物体内任意截面上与外力作用方向平行的应力，如图3-7中的 S。运用平行四边形法则，可将合应力一分为二，一是与作用面垂直的应力称为正应力或直应力，归定为正。如图3-7中的 S。运用平行四边形法则，可将合应力一分为二，一是与作用面垂直的应力称正应力或直应力，规定压为正，拉为负，用西格玛或西格玛 N 表示；二是与作用面平行的应力称减应力或扭应力，规定逆时针为正，顺时针为负，用套或套 S 表示。若外力作用方向与作用面垂直，则该作用面上只产生正应力，不产生减应力。此时我们称该作用面为主平面，主平面上的正应力为主应力。当正应力的方向向着作用面时，该正应力称为压应力；当正应力的方向是离开作用面时，该正应力称为张应力。在构造地质学中规定，压应力为正，张应力为负，逆时针的减应力为正，顺时针的减应力为负，如图3-8所示。这是关于力与应力的基本概念知识。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，同学们再见。